怎么样？过来，罗笏罗，你长大了。哎呀，变得这么重。这边是宫殿外睡在自己家中的优波离。人类的一切痛苦，都缘起于自己，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。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，解脱自己，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。啊，多么奥妙的话呀！对了，成为世尊的徒弟，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了。对了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。我的身份这么低，他不可能收我当徒弟的。为什么我会生在这种身份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隔天早上，优波离受到长老木剑罗什的召唤，带着剃刀出门了。优波离，这么慢才来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先剃掉我的头发和胡子。啊？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他们也是。大家都要剃呀。是啊，每一个都要剃。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要和他们一块儿去当世尊的弟子，你知道了吗？当世尊的弟子？世尊一行人昨天晚上住在郊外的林子里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今天过去，快点，不然天要黑了。是。这不是做梦吧？我一定要试试看。就是现在，要做只有趁现在。你在哭什么？跟我们离别有这么悲伤吗？那只是原因之一，大家都出家走了，明天起我该靠什么生活呢？想到这里我就好悲伤。说的也是，大家听着，把身上的饰品留下来给他。出家的话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，你可以全部拿走，优波离。有这么多了，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怎么又哭了？这一次他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。不是了，拿下这些等于我把各位丢弃的执着跟欲望拾起来一样嘛。我的烦恼痛苦反而会增加，真会出难题啊！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求求你们，做侍者也好，请带我一块儿去。以后我会再找机会，请世尊收我当徒弟的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嘛！你想做世尊的弟子，就凭你？木剑罗什长老，胡说什么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家世良好的英才，目的就是要壮大世尊的声势。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，你想想看，有如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，荒唐！出发吧，你就带着饰品快快回家吧。果然是不行。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？不行，要放弃还太早呢。我还有最后一招，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呢？
你是？理发师优波里，我是加皮罗卫城来的人。世尊，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：像我这么卑贱的人，真的不能成为您的弟子吗？世尊。你是想出家吗？是的，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。能不能告诉我？可是我的身份是首陀罗，奴隶，不能成为弟子，成为侍者、仆人也好啊，世尊。优波离呀，是。水可以止渴，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，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？这是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，有那边明亮，这边黑暗的事吗？没有。我说的法有如水与火把，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。这么说，优波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弟子了。谢谢你。分配给你规定的袈裟，永远别忘了这份热诚的心，要好好学习，激励自己。太子，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，你看看啊，这一下子你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。哎呀，不过这野宿实在不太好，我马上命令大家砍树建精舍。木剑罗什，你叫我吗？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，被你直呼名字也没什么不对吧？你们穿的衣服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，请换上这边的衣服。啊，这些衣服啊，哎，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。我也是啊，我也要。这时候，世尊心想，新进的弟子们太傲慢了，于是决定借优波离，使释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。弟子们呐，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，你们就按照顺序向众位师兄行礼吧。你不是优波离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优波离比你们更早成为我的弟子。可是他是卑贱的首陀罗啊！释家族长老的我，岂可向这种东西低头？岂有此理！低头还不够，必须像刚才对其他人那样屈膝礼拜。什么？就算杀了我也不做。为什么？身份之差，尊贵与卑贱，全是傲慢的人创造出来的，不过是梦醒就消失的幻影而已。万物因缘而起，因缘而灭，哪里有差别呢？人不因出生而尊贵，不因出生而卑贱，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，因行为而卑贱。你向优波离屈膝行礼吧。可是他是奴隶呀！奴隶不正是你吗？你现在不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吗？啊，这么说也有点道理。可
可是只有他，只有优波离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就不会在这儿丢脸了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对呀，都是优波离的错，错了，拜托光头小子。够了，世尊，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，对不起。优波离。优波离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释家族的人，错在你们的傲慢之心。明知是自己的错，你们还是无法改变行为，这就是傲慢的心。而这个傲慢的心，正是为世界产生更多差别的根源。而这个傲慢的心，正折磨着你们，正烦恼着你们。释家族的人啊，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，向优波离行礼吧。这么说，刚才我的愤怒与痛苦不是优波离造成的，而是我那傲慢之心造成的。这并不是我说的话，而是万物所说最尊贵的话。原来如此，如果我能够舍弃傲慢之心，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。原来如此啊！世尊，世尊。消除了傲慢之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。这时候，大地、山林、河海都感动地看到了，天上传来不绝的歌声。后来，优波离努力的修行，列入了释迦10大弟子之一。他遵守戒律，被称为持戒第一。另外，释迦族之中也出现了如阿难、难陀、罗睺罗等了不起的弟子。